说起近现代中国的领土纠纷，21世纪的观众主要会想起4个地区：一是新疆，二是西藏，三是蒙古，四是台湾。这4块区域在清代才纳入中国版图。最早的是台湾，在1683年四郎水军大破明郑后，台湾被纳入清帝国版图。再者是外蒙古喀尔喀斯部归顺康熙帝，再来是西藏。清军于1720年入藏，北京开始派遣大臣与军队管理。再来才是1759年准噶尔汗国被乾隆的军队彻底灭掉，大清开始直接统治今天的新疆一带。这4块领土从19世纪起开始出现争端，有些领土的争议甚至直到今天。然而，其实还有另外一块从今天的角度看来没有争议的区域，但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产生了比上述4大区域更激烈的政治冲突。这个区域便是满洲，也就是今天中国的东三省。此地为满洲皇帝的龙兴之地，在满清征服中国以后，也名正言顺的成为大清帝国版图的一部分。然而，1912年满洲皇帝退位以后，围绕着满洲的争议却越演越烈。到了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帝国还协助末代皇帝溥仪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满洲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极具争议性的满洲地区，到底哪里是满洲，谁是满洲人？事实上，满洲不是一古老的称呼，满洲直到皇太极天聪9年（西元1635年）的一份诏书中才得到确定。皇太极是这样说的：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耶赫、辉发等，常有无知之人称我们为诸生。所谓的诸生是西北超莫尔根族人的名称，与我们有何干系？从今以后，任何人必须称我国原满洲的名称，若继续使用诸生的称呼，必罪之。皇太极诏书透露一项令人玩味的讯息，那就是他声称其部落原来的名字是满洲，但无知的人却称他的国家为诸生。皇太极主张诸生一词其实是另外一群人的名字，也就是所谓的西北超莫尔根族人。关于这个西北超莫尔根族人是谁，学界已经累积了诸多讨论，十分复杂。但大体而言，可以说西北指的是锡伯，即当时主要分布于吉林一带的锡伯族。后来他们归附东蒙古的克钦部，后又随克钦归顺满清。至于所谓的超莫尔根，指的应该是蒙古语中的楚米尔根，也就是汉文中的密尔干。如果你去翻《蒙古秘史》一书，当中便记载了多位密尔干，意指神箭手。所以皇太极所提的超莫尔根对应的应该是神箭手密尔干，因此所谓的西北超莫尔根之意，指的应该是锡伯族神箭手的后代。换句话说，按皇太极的意思是，他所统治的部落国家自古便称为满洲，诸生是与其无关的锡伯族后裔。但诸生又是谁？事实上，诸生有另外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呼，那就是Jurchen，也就是汉文的女真或女直。相信大家多少听过女真人，他们是12世纪东亚大陆上的绝对霸主。由完颜阿骨达统一分裂的女真部落以后，于1115年在今天的哈尔滨市称帝，国号大金，也就是后人熟知的金朝。1125年，大金国灭了衰弱的辽帝国，立即兴兵南下，灭了北宋，造成宋室南迁，是为靖康之难。当时大金国统治今天的整个东北与华北地区，而他们的统治族群主体被称为女真人。因此，皇太极在这份诏书中否认的是，由他父亲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国不是女真人，而是满洲人。皇太极强调，往后若有人敢再称呼他的国家为女真，就要翻脸。然而，皇太极的主张有道理吗？女真真的跟他一丁点关系没有吗？事实上，皇太极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首先，虽然泛而言，12世纪的大金国是由女真人所建立，但女真内部也非常复杂，并非所有人都是金朝的统治阶级。金朝真正的统治主体是完颜部落，更准确的说是由女真内部一群特殊的军事组织构成。这个军事组织在当时被称为蒙安谋克，这是非常复杂的体制。这部视频将不予深究，但大体来说，你可以以满清八旗作为类比。这
清代，满洲八旗一定是满洲人，但满洲人未必是八旗的成员。同理，金朝的蒙安摩克是当时实际掌权的贵族集团，但并非所有女真人皆隶属蒙安摩克。事实上，在蒙古灭了大金以后，绝大部分的蒙安摩克女真贵族几乎被屠杀殆尽。因此，后来明代的女真三大部落建州、海西、野人女真都不是蒙安摩克的后裔。女真三部其实是12世纪的边缘女真部落，像是兀迪改人的后代。话虽如此，但明代女真部落确实是与金代的女真有莫大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皇太极以前的女真领袖如其父努尔哈赤也自号女真。道理很简单，女真仍然是以强有力、具号召力的政治符号，象征曾经强盛一时的大金国。其实这也不是他们单方面的自称，周遭的政权也称呼他们为女真，像是朝鲜与大明便称建州、海西、野人三部为女真之种，东蒙古部落也称之为 Jurchen， 翻译成汉文为祖尔扯替，也就是金代女真自称的 Jurchen 的蒙文复数形态。说到此处，关键问题来了，究竟为什么后金国的第二代大汗皇太极要推翻他父亲也使用的女真之名，改称满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满洲人是如何看待自己族群起源的。我们来看一下18世纪中叶在乾隆朝时编纂的《钦定满洲源流考》中的一小段记载。这是这部书内文的开头，讲的是满洲起源的问题。前面一小部分讲述满清皇室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的故事，说布库里雍顺的母亲是位天女，当时她碰巧吞下一神奇的红色果子后便怀孕了，生下布库里雍顺后不久，天女母亲就给了她一只小船，让她去乱邦治乱世。于是布库里雍顺航行至三信城，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的宜兰县，然后被当地人视为圣人，推举他为共主。也是在三信城，布库里雍顺被封为贝勒，建号满洲。接下来，满洲源流考话锋一转，开始讨论满洲究竟是何意的问题。这里说到，我们去考证国书，满洲本来写作满族，二字皆平读。我们清朝给东土无限的光明，因而每年西藏皆会献上丹书，并称曼珠势力大皇帝，翻译为曼珠，在华文中意指妙吉祥。这段叙述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满洲一词乃佛教中文殊菩萨，也就是梵文中的 Manjushri。相传所谓的文殊菩萨是智慧，也就是梵文中 Prajna 的化身，是佛教四大菩萨之首。到了元朝，西藏臣服于大元，忽必烈也被西藏佛教封为文殊菩萨皇帝。很快的，元朝衰弱，大明崛起，而明朝的皇帝主张大明已经继承元朝正统，所以大明的皇帝就是新的文殊菩萨皇帝。先不论这些说法的真假，毕竟我们也难以证实或证伪，但我们能知道的是，佛教，尤其藏传佛教，在北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文殊菩萨的头衔对于一般笃信佛教的人而言，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满洲皇帝将满洲一词与文殊菩萨这一概念联系起来，不只将爱新觉罗氏打造成佛教的圣王，同时也蕴含了其统治的领地满洲乃文殊菩萨之地。这故事很美，但是真的吗？满洲真的意指文殊菩萨吗？从满洲这词出现的时代而言，满洲应该不是 Manjushri 文殊菩萨之一，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17世纪的人有这样的说法。将以政治、地理概念满洲与佛教菩萨概念联系起来，应该是18世纪满清权贵在事后所为。当我们能说满洲一词是皇太极凭空捏造出来的吗？亦不然，因为满文老档等材料皆显示，满洲一词在努尔哈赤时便偶尔使用，只是差别是当时努尔哈赤仍然强调自己的女真身份，所以也称自己的国家为金国。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材料，这是努尔哈赤对大明正式宣战的檄文，名为《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这篇文字约莫在1619年左右写成，虽然名义上是致信大明皇帝，但其实更像是宣传文章，希望告诉人民为什么金国侵略大明是正义之事。其中努尔哈赤列举18项原因，说明为什么金国必然可以取代大明。这里说到，朕虽然屡次获得上天的保佑，但我不敢骄傲，绝不会无端生事。你们南朝偏护边外他国，要杀我们，我们不得不昭告皇天而起兵。
但没想到上天责怪你们南朝而保佑了我方。于是你们南朝又说我国怎么能举兵抵抗，所以中国在此发兵40万，分4路进攻，意图将我方歼灭根除。但又没想到上天再一次保佑我们，而非你们。胜负不因为人数寡众而定，天意占了9%。舜出身躬耕，刘邦仅是一介亭长。朱元璋还曾要饭，但只要有天命，便能成为帝王。我本来便是大金国的后裔，怎么可能会受制于人？我相信天命有归，不需要从国之大小来衡量。天如果愿意帮我的话，便能成。这里努尔哈赤清楚地表明自己就是大清国的后裔，意味着他相当重视女真金国这一政治符号。然而，为什么到了皇太极时代，却一改其父的族群政策，改称满洲呢？没有明确的史料能完全解释为何皇太极改称满洲，切断与诸生、金朝之间的历史联系。但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或许能略知一二。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皇太极即位以后遇到什么难题呢？我们都知道，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以后，作为第8子的皇太极即位。当时的女真部落有诸多强大的贝勒，新即位的皇太极必须证明自己，否则他压不住势强力大的贝勒集团。在当时，证明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灭了大明，成为中国皇帝。然而，大明所构筑的关宁井防线已经多次证明了，若要强攻山海关，他们势必得遭受巨大损失。于是，在战略上就剩一个选项，皇太极只能放弃强攻山海关，绕道蒙古，从侧翼进攻，成为不得不然的选择。所以，皇太极势必得与蒙古结盟。最好的情况是，还找到明帝国内部愿意与之合作的汉人。但自封为金国、女真或诸生，对于这个战略目标而言是不太好的。为什么？首先，如果皇太极要拉拢汉地人心，但女真这个政治符号会让汉人联想起灭了北宋的金国。对蒙古而言，金朝曾是大蒙古国的手下败将，他们不可能会屈服于其祖先曾经碾压过的敌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来自满文老党的材料，这是皇太极写给名将祖大寿的书信。当时他极力想要劝降祖大寿。这里说到，金国汉致书与大将军前李喇嘛、方吉娜等往来时，我诚心希望双方能和平，但因为尔等一方面派遣使节过来，另一方面又在修筑锦州城，所以我写了这封信，让你的使节杜民众转教，说得非常清楚。若不停止修筑锦州城，我将立即发兵。之后我也确实出兵。双方的使节往来便中断了。而后我抓到你方的间谍银柱，但我仍然希望和平，所以也放他回去，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后来我军进攻北京时，我也屡次写信求和，但大明的君臣居然以宋朝联金灭辽的故事为鉴，竟然无一言回报。然而大明不是宋帝的后裔，而我也不是先金汉之后，彼亦是也，此亦是也。什么意思？这里皇太极已清楚意识到金朝、女真等政治符号已带给大明君臣莫大警惕，任何回信联络皆可能被视作通敌。在此脉络下，我们才能稍微理解视频开头皇太极的诏书，也就是为什么皇太极要在1635年那个时间点公开撇清他们与12世纪女真、金朝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同年还发生了另一起也很重要的事件，那就是皇太极的军队击败了最后一位蒙古大汗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军队，大蒙古国的玉玺交付给了皇太极，皇太极成为蒙古帝国黄金家族政治上面的继承人。在此历史节点中，皇太极急需新的政治符号，能将蒙古、汉人都纳入其中，于是满洲语言诞生。隔年于1636年，皇太极进一步彻底换掉金的国名，改名呆清孤人，也就是大清国。但满洲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史学界针对满洲最初的含义积累了不少解释，但其实都很难说服人。一部分原因在于史家所能用来分析判断的资料主要是满文材料，但是清代的皇帝，尤其康雍乾三帝，又特爱篡改史料，而且他们又对满洲一词的来由有很多想法。前述提及的钦定满洲源流考就是一个例子，象征着清帝希望将满洲概念与更超越的力量连接在一起的企图。所以他们针对这一词的篡改又更多了。对于今天的史学家而言，已经很难找到没有被篡改过的史料来回答这一问题。
讲到这里，你应该也能感觉到，爱新觉罗氏皇帝对于自己的国民为何、自己的族群怎么称呼，都是非常选择性的。满清皇帝没有很纠结于清朝是不是中国、满人是不是中国之类的问题。对于爱新觉罗氏而言，任何能帮助统治的称呼皆能为其所用。如果特定称呼开始出现反效果了，他们抛弃的速度会比任何人都快。像是努尔哈赤最初之所以采行女真金国的称呼，动机不外乎他想要统一分裂的女真部落，所以利用了一个能团结众人的政治符号。但当时间推进到1620年代，问题的关键不再是女真内部分裂的问题了，而是要怎么扩张的问题，要如何有效控制蒙古和中国，成为皇太极必须面对的难题。很快他就意识到必须抛弃金、女真的名称，才转向满洲、大清的新的政治概念。直到后来满清入关，又发现对外支撑中国对他们而言更为有利，便在各类条约中都以中国为名。这种政治操作方面的弹性，使得满洲人能统治这庞大复杂的帝国长达200多年。